相不相信，等一下就可以见分晓了。等签约完，我一刻都不想再等了。白总，你知道的，我招架不住你。这个事情我们得好好谈谈。白总、李总，其他3位董事已经到了，可以签约了。感谢各位的捧场。在签约之前，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和苏士德集团的渊源。5年前，我和我的亲兄弟共同经营了一家安保物流公司。我们接到了一单生意，护送乌茶之眼从芒北到国内。可惜，那次护航发生了意外，我哥七山和乌茶之眼一起石沉大海。从此之后，乌茶之眼便成了我的心病。我苦苦追查，终于等到了他在芒北重新现世的那天。我想那场盛会，在座的各位亲历者一定刻骨铭心吧？是啊，我印象特别深刻。齐总，话扯远了，要不我们先完成眼下的交易吧？海总，你看李总听得多认真啊，他一定想听我把故事讲完吧？在那场盛会之后，很多人和事急转直下，有人丧命，有人受伤，还有人失忆，只有一个人带着乌茶之眼全身而退，那就是我们李总，李清风。没错，我就是那个失忆的当事人。我回国之后，李总对我关爱备至，呵护有加。我只能吃他给我买的药，只能见他安排我见的人。他隔绝了我对过去所有的回忆，因为那些药从来就不是用来治病的。我就这样一直活在你为我制造的楚门的世界里，在你的精神控制之中，我才成为了你的未婚妻。夏沫，你在干什么？白野，你难道还没有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吗？只要鬼一到就掏钱，我们就远走高飞。你要相信我，我自始至终爱的人只有你。你是不是跟白兰也说过同样的话？当然不是，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夏沫，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问我为什么，我该怎么回答你呢？我总不能在大家面前公开你们刚刚在里面干柴烈火的场景吧？你耍我！还有你这个小贱人！白野，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知道真相之后悬崖勒马，我没有想到你只想鱼死网破。原来你的事业早就好了，你一直在扮猪吃老虎。不，你不会骗我的。你还没有看清楚吗？他跟七川才是一伙的。我那么做都是被逼的，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甚至毫不犹豫地把股权都给了你。为了我，你知道吗？我之前差一点就相信了，直到昨天晚上，你在我和陆音比之间做了选择。李清风，你从来在意的只有你自己，包括你说的什么你给我的股权，那些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有什么好叫嚣的？你一直都心知肚明，你就不是苏家的千金，你就是一个恬不知耻的女骗子。你是不是觉得你拿出身份这张牌会很有效果？你以为死无对证了是吧？你为了得到苏士德的巨额遗产，不得已按照他的遗嘱为他寻妻。找到夏沫以后，你又担心血缘至亲会成为你获得权力的阻碍，所以夏沫在人前仍是一个失而复得的千金，在背后却是任你摆布的傀儡。不
可能，苏世德已经死了，你怎么拿到这份报告的？当初夏沫来芒北的时候，我父亲也曾怀疑过他的身份，当时还特意派人去调查。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我装疯卖傻，一退再退，没想到你还要对我赶尽杀绝。白兰，你知不知道你这招离心，耽误了我跟我亲生父亲这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相处时间？对了，白总，合同还没签，这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你的股份转给夏沫，说不定你做的这些龌龊事情，夏沫还能网开一面。不能签，我们上当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股权都转给了夏沫，如果你一旦签字，我们就一无所有了。李清风，你还是不肯回头是岸吗？我回什么头？我救了你的命，你非但不报恩，你还联合外人来对付我。我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我能够配得上你。我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相信你，不该爱上你。你和普巴联手害死了我的父亲，还间接害死了阿正。你是不是以为你在芒北的那些罪行真的没人知道了？你们是不是想说，你们还有个录音笔啊？我不会上当了。有什么证据？拿出来。你和普巴的交易没有录音笔，但我是目击证人。李清风，你他妈想炸死老子啊！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的？你如果答应我，你回去自首，所有的事情我全都会告诉你的。你知道的，无论你提什么要求，我都不会拒绝。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深爱过的人的眼睛，只看一眼，就足以过目不忘。李清风，你这个两面三刀的败类，我要杀了你！你疯了！你该恨的人是他们，不是我。走吧，走吧。我是骗了人，他恨我，我无可厚非。但是我也是实实在在的为苏世德寻回了他的女儿，功过相抵，我不欠任何人，唯独你，你是彻彻底底的骗了我。那是你咎由自取。如果你能早一点告诉我夏沫的真实身份，我就不用对你曲意逢迎，我早就可以成为苏世德真正的女婿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从来就不是爱情。李清风，你放开他，去自首，好不好？你跟我说过的，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彼此最后的亲人，还算数吗？那你换了我的药，扰乱我的记忆，这些又算什么呢？我做过很多坏事，但唯独对你，我问心无愧。难道你对我就没有一丁点的愧疚？你现在对我唯一的帮助就是帮我出去。李清风，把刀放下，你还有退路。再过来我就杀了他！不能把他逼上绝路了，他就算跑，也插翅难逃。
你醒了？哎呀，你怎么不早一点叫我呀？这几天你太累了，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不行的，我怕我的记忆再错乱。哦，对了，你先看一眼吧，这是我整理的黎清风的证言材料。白兰来电话了，他会去自首，白兰也答应我们，他会重新为你分配股权。啊，太好了，他们终于想清楚了。你知道我这几天一直在担心，我的大脑不是受过损伤吗？万一他们不接受我的证词怎么办？这么说，你见到我第一面就什么都明白了，就是不告诉我，宁愿忍受我的坏脾气，也不愿意跟我坦白。我不是不愿意跟你讲清楚，只是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确定嘛。你知道吗？我第一天撞见你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脑海中好像有一个被埋藏很深的部分突然被触发了一样。我好像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你是在提醒我有危险，可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想不起来你是谁了。我当时就觉得你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危险又安全。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其实一直在想，你说如果当初不去芒北找他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用经历这无休止的一切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重逢。重逢？跟我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原来这么多年前你就已经救过我了。是你先救了我，你知道吗？自从我哥死了以后，我就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自责境遇。当时我一心寻死，但就在迈出去的那一刻，我听到了一阵琴声，将我拉了回来。要不是你的琴声，可能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我了。好像见你穿过这件衣服。我也记得，人和人的际遇就是那么的曲折离奇。当初我在芒北一眼就认出了你，我也觉得十分不可思议。我以为你早就……明天我送你去见白兰吧。这样吧，你先帮我把黎清风的犯罪材料移交给警方，白兰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处理。也好。走。
黎清风不接我电话，他联系你了吗？你我之间可以谈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唯独黎清风，你不觉得有点太敏感了吗？我有时候真搞不明白，你怎么会喜欢他呀？我嫁给你父亲第3年，他就冷落了我。你再问一个在婚姻里孤芳自赏了这么多年的女人，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年轻、热情、聪明又体贴的男人？哼。那你真的不介意我和黎清风明面上的关系吗？怎么可能不介意？我知道我跟你没法比，但是对于黎清风而言，我有更稳定的吸引力，金钱和阅历。当年你父亲也是凭借这2点，让我在他和你母亲这段拥挤的关系当中屈身了很久。最后如你所见，我成了苏太太。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我和黎清风都是同类人。看来你真的比我了解他。了解又有什么用？不是我的东西，我挤破了头，最后还是会还回去。不管怎么说，也是你让我能够重新回到父亲身边。你在苏家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呢，也不是那么赶尽杀绝的人。你这话什么意思？喂，夏沫，我来清点父亲之前留在这里的仓库，我好像迷路了，这里打不到车，你能来帮帮我吗？你别着急，把定位发给我，我去接你。我去接一下扎亚，合同的事情我们以后慢慢聊吧。我不想再拖拖拉拉了，我送你过去，我们在车上把话说清楚。也好。之前我在你父亲手底下谋生，明里暗里没少为他卖命。如今，你也算是替他还债。是不是在这个里面？里面好像有什么动静。夏沫被黎清风绑架了，扎亚也在他的手上，他让你不要惊动任何人。带着你所有的钱，还有乌茶之眼过来找他。扎亚，扎亚，扎亚！没有想到，你和白兰居然还在狼狈为奸。是你们先逼我上绝路的。我流血了，我为了找到属于你和我的秘密基地，我流血了。你为什么不心疼我呢？我现在不会对你有半点同情，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你这个眼神只会让我想要挖掉你的眼珠子。你知道的，我舍不得。要不这样，我折磨他，
你求求我，好吗？不要，李清风，不要！我求求你，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不要伤害无辜的人。为什么你心里装了那么多人，却唯独装不下我这么小一个人？你知道吗？在我心里，除了你，我什么都不在乎啊！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18年的暗恋，我都藏在这里了。但是你忘记你的诺言了，你跟我说过，我们永远是一家人，我是你最重要的人，我做到了。你呢？你好像一束光。我一直感觉，我只要能看你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呵护你，好像呵护一朵小娇花一样。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走不进你的心里呢5岁的时候，我们一起进了新家。我一直觉得能跟你成为一家人，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你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人有多开心吗？毁掉这段关系的不是我，是你。我被一声姐姐束缚了这么多年，我每次看向你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吗？你真的疯了。对，我就是疯了！我今天疯得彻彻底底。你为什么不爱我？你为了齐川能够放弃一切，为什么我不行？我要你跟我一起回芒北，只要齐川能够把无茶之眼给我，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你不要做梦，他不会让你得逞。你不乖啊，那我的惩罚就要开始了。李清风，李清风，李清风，李清风！你看，不要！我把门打开了，他走都走不出来。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我求求你不要伤害他。李清风，李清风，李清风！我给你说最后一句话的机会。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怪只能怪我自己识人不清。我还以为你会改。我们的重量级嘉宾终于到了。小莫，齐川，小心白兰！白总这么聪明的女人，怎么会选择和厉清风第2次合作呢？你少废话！你们一个让我给你们做嫁衣，
另一个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只能信我。这都是你们逼的。李清风，这些钱和财宝足够让你逃出升天了，把他们放了。你凭什么对我下指令？这2样东西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自始至终恨的都是我，你绑2个女人算什么男人？我给你个机会，要什么，冲着我来。你想要逞英雄是吗？我也给你个机会，你进去，我就善待他们。啊？拿那个，给他绑上。你想怎么处理他们？一把火烧了，伪造成火灾现场。那我们快点走吧。不急，你先清点一下。这场事故得有个替罪羊，只能是你了。季川，我们的游戏现在才开始。夏沫啊夏沫，我视你如命那么多年，你都成我未婚妻了，我好想得到你，但是为了遵从你的意愿，我连你一根手指都没有碰过。李清风，吻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这么恶心过。别生气嘛，我会带你俩一块儿走，到时候我为你们画地为牢，我们有的是时间培养感情，而你只能跟白兰死到一块儿去。李清风，你放过他们，我跟你走。不，放开夏沫，让我跟你走。听到了吗？我从来没有这么受欢迎过。要不你帮我选选，我该留谁，带谁走？李清风，你手上已经有4条人命了，你就不害怕遭到报应吗？你们都听过这个诅咒吧？凡是对此物生出妄念之人，必将和他一道沉沦。于是普巴就，砰，一块沉沦了。你把普巴怎么了？我一刀捅死了他，丢在了河里。就在车祸现场，只可惜你和阿正上错了那辆本来是为普巴准备的车。说起来，阿正也是个短命鬼，不过这些都不怪我，怪的是你。要不是你对夏沫念念不忘，他们就不会上那辆车，就不会有人死，扎亚的腿也不会断。所以我有罪，那你呢？李清风，钱和宝石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啊？我还要人心啊！可是你已经得到了白兰的心。白兰，他不过是想从我这儿索取你父亲对他的亏欠罢了。唯利是图的人，有什么心？你刚刚的所作所为，我通过摄像头全录下来了，已经传回了公司电脑。这一局你输了，你时间不多，警察快到了，我劝你赶紧收手。好的。李清风，你的选择还没做完呢，把夏沫给我，我把扎亚给你，看看谁对你更重要。就扎亚，我们不能再亏欠他了。真的爱夏沫吗？
害的只不过是你心中那个幻象吧？你刺激我没有用，现在决定权在齐川手上。你居然背叛我！是你说的，唯利是图的人没有心。想让黎清风伏法，就必须得配合他完成这场绑架，拿到最直接的证据。李清风已经丧心病狂了，你怎么确认他会信任你？他确实已经疯癫了，我发现他准备了迷药，但是不管他给谁准备的，我都已经提前更换了。夏沫和扎亚还不知情，所以我们得快点。你为什么肯帮我们？可能是夏沫的善良唤醒了我吧，是该做个了结了。走进这扇门，就要进入魔鬼的世界了。李清风，警察就快到了，你好自为之。夏沫，你真的从来没有对我心动过。最新消息，苏士德集团高管黎清风涉嫌境外犯罪，被依法拘留。看什么呢？传奇珠宝乌茶之眼的诅咒是否还会延续？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你未来有什么打算？我实在没有什么商业头脑，所以公司的事情呢，我就准备交给职业经理人去管理。我说的不是这些。以后呢，我还是很想追逐自己的梦想，也许我会开一个世界巡回演出。你的未来没有我吗？也许有，也许没有。其实我还没有想清楚。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先收拾好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巡演太危险了，以后由我给你做保镖吧。我现在请不起你这么贵的保镖了。给自己的太太做保镖，我心甘情愿。我可还没有答应你。可你已经在神明面前发誓了。往北的神不管这里吧？小宝，神明是星辰万物，他们都看得见。无论多久，我都愿意等你，直到你给我答案为止。刻画心间还隐痛的疤，你的吻落下，得被说服还是挣扎。启川，对不起，我们之间经历了太多，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们的爱情。给我一些时间，让我重新考虑一下。能否用所有遗憾换这一次命运交叠？爱是你一时的执念，还是自愈的谎言？回忆浮现，当我再看你的脸。
神圣的乌茶之夜，我已经带你来到了故里，希望你身上的纷纷扰扰可以就此终结。我终于等到你了。你一直都在等我吗？我只是想完成我未完成的事。我告诉过你，懦弱的人会在这里迷失，而勇敢的人会在这里找到方向。相爱的人会在这里重逢。却不知道，点点的火苗，不曾有希望的坐标，碰撞在命运颠簸的隧道。我问你啊，你在失忆的那段时间，真的没有想起我吗？没有啊。你有骚。是啊，我为了让自己不想你，我已经用尽全身的力气骗自己了。人与人的缘分，炙热时像野火。3、2、1。书浅时如流萤。他们走散了，会在这里重逢吗？我不知道，你会吗？会的，一定会的。无论是长是短，无论热烈还是冷静，都要握紧爱人的手，争分夺秒来相拥。